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很可能只是在脑子里的一个误判？等一下，你以为我这是玄学吗？不是，这不是灵修频道。我们今天讲的是科学界亲手做过、重复验证过的实验。可是最恐怖的不是实验本身，最恐怖的是实验结果说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其实不可靠。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你以为你现在看到的、听到的是直接来自世界，不是，那是大脑预测出来的，就像导演在剪片一样，有洞就把剧情补出来，没画面也要硬凑一个世界给你，因为他无法接受空白，所以我们才要从一个最简单的实验开始讲。那个实验后来让很多神经科学家晚上关灯都觉得毛，橡胶手错觉。实验的方法很无聊，但是效果恐怖到爆。受试者的真手藏在后面，眼前摆一个假手，研究员同时刷真手跟假手，几秒钟大脑就重建现实，假手变真，真手变不存在，然后突然有人在假手上插，受试者条件反射的缩手，明明知道那是假的橡胶，可是身体自动演戏，下意识比理智诚实。这一幕把很多人吓出冷汗。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只假橡胶手可以骗过大脑，那你这一辈子感受到的我是谁，到底有几成是真的？等一下，别急着回答，我们再往下挖。这个错觉不是单一现象，在 MIT 那些专门研究视觉的怪物们做过另一个更狠棋盘阴影实验。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那张图时，都以为自己脑袋烧掉，2个格子，一看深浅不同，观众自信满满，这个深那是浅。可是研究员拿同一块色板一贴上去，啪的一瞬间，原本你以为深浅不同的2个格子居然完全一样颜色，没换灯光，没加特效，纯粹是大脑自动算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大脑宁愿瞎猜，也不愿承认不知道，它会自己把世界重建出来，就像台湾人看盘时有时候会把未来先脑补出来一样。不是你想象力太强，是神经系统本来就这样。你以为听觉比较不会被骗，等一下，听觉才是最容易误判的。英国那位学霸阿尼尔·里塞斯，就是那个跨自然科学、哲学、人工智慧又跑去美国做脑科学的怪物。他做过一个听觉错觉，先播一段怪怪的声音，第一次听完全听不懂，就是一段鸟叫一样的噪音，然后再播一次，还是听不懂。但第3次他播出原始的那句中文，看片不点赞不算好汉。紧接着再播一次刚才那段怪怪的声音，奇怪的事发生，你突然听懂了。同一段声音，你突然听懂了，讯号没变，变的是你大脑的预测模型。大脑不是被动接收现实，大脑是在制造现实，它是用预测硬把碎片拼成世界。你以为你在看世界，但其实你是在看大脑剪出来的世界。如果意识只靠预测，那失误会不会很高？会，失误之大超乎你想象。我们来看一个让很多年轻人睡不着的案例。一个女孩从马上被压伤，10多年手术，最后不得不截肢，她的右脚没了。可是更残酷的是，她的大脑拒绝接受现实。深夜，她被不存在的右脚痛醒，这不是幻觉，这是幻肢症。身体没了，大脑却继续维持那一只脚的存在。这不是文学，不是玄学，这是临床，这是病人真哭过的痛。幸好他后来学会了镜像疗法，透过视觉反射欺骗大脑，让大脑相信脚真的在动，一点一点把那个不存在的疼痛洗掉。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是大脑自己把自己的错给修正。这说明一个惊人结论：意识不是只靠输入，意识是输入，大脑主动修补。你看到的是双向的，不是单向。说到这里，你应该开始意识到一个恐怖问题：如果大脑可以硬生生补出不存在的手、不存在的颜色、不存在的声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整个人生都活在自己脑内的版本控制里？别说太快，更恐怖的还没出来。下一段我们要讲的主角是个让科学家极度不安的生物，它不是哺乳类，它不是灵长类，它甚至不是陆地主宰，
可是他却做出人类以外几乎做不到的动作。章鱼，你以为章鱼只是海鲜？大错特错。章鱼身上那5亿个神经元分布在全身，不是集中在脑袋，是分散在8条腕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每一条触手都可以独立思考。你有没有看过水族馆的监控画面？半夜所有灯都关了，水柱缓慢流动，工作人员都走了，镜头前那只章鱼在摸索玻璃瓶的盖子，一步一步慢慢转开，像一个技师在拆零件，不是乱打乱敲，是精准旋转，瓶盖啪一声松开，章鱼就这样跑掉。你仔细想，这不是条件反射，这是理解结构，这是把世界的逻辑拿来当工具。章鱼没有语言系统，没有我们这种厚重的社会系统，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教材，没有国家机器，可是它居然靠神经元分布做到一个极稀有的行为。这说明一个恐怖方向：意识可能不是只存在于头壳里，意识更可能是冗余分布、分散式计算。这个逻辑很重要，因为它直接把灵魂单独存在撕开。如果意识分布于整个身体的输入输出，那意识不能脱离身体独活。也就是说，意识不是独立封装的某个精灵，而是系统级别的协同。这件事会踩死很多人从小被灌的浪漫幻想，尤其是那一句身体会死，灵魂永恒，听起来好美好浪漫。可是科学越深入，你越得面对一个残酷事实：意识是场运算，它不是离体漂浮的那种东西。你以为苏格拉底第一次提出灵魂永生是历史起点？没有，那只是古人最早的直觉模型。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神经科学，那个年代连神经传导这种概念都没出现，所以他们把意识跟肉体拆开来讲，不是哲学有多高深，是资讯不足。就像你看盘只看价格，不看量，不看结构，整个认知自然会歪掉。而阿尼尔、瓦塞斯那一派为什么今天突然往上窜？不是因为他讲话比较帅，而是因为他手上的证据量突然暴增。现代脑科学有 MRI， 有 EEG， 有各种即时代谢成像，大脑在预测失败那一刻的电活动是看得到的，不是猜的，不是玄学，是读数，是仪器活生生跑出来的曲线。所以很多人应该感到有点心寒，我们每一天的意识体验充满错觉，充满自信的错误，充满以为自己在使用理性，实际上是被生物演算法牵着鼻子走。很多台湾朋友常说一句话：为什么有些人很相信明显不合理的资讯？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当大脑预测模型建立好了，它会用反向修改现实的方式，让现实配合它，不是它配合现实。这件事在政治、在社会认知、在疫情时期你都看过，不是立场问题，是神经学问题。你看，从橡胶手到棋盘阴影，到听觉错觉，到幻肢症，到章鱼神经分布，每一个案例都在逼近同一件东西。意识不是干干净净的，它是造景引擎，它是根据预测来补洞，它不喜欢空白，它宁可错也不要不知道。然后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刀，苏格拉底那句灵魂永生跟现代脑科学的最大冲突就在这里。如果意识是靠身体器官提供感官素材，大脑负责预测修补，那身体没了，载体没了，神经传导没了，意识还剩什么？可是最刺激的来了，别以为科学界全都站在赛斯这里。有一位物理学界的大魔王，毕业论文拿出来就够吓死人，后来还跟史蒂芬金、霍金合作写数学。那个人说错，灵魂真的存在，而且他想办法要证明。你看，这里就进入最吊人胃口的地方。神经科学拼命告诉你，意识是身体和预测的产物。这个论证看起来密不透风，甚至非常合理。可是有一个人站出来直接开反向，而且不是一般专家，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等级的重量级人物，罗杰·契彭罗斯。你一定知道这种角色是什么概念。这种等级不太会出来做低端阴谋论，不需要耸动，他随便讲个方程式就够吓到半个学界。可是他居然公开说灵魂存在，而且不是宗教意义的那种灵魂，是量子层级的意识载体。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但重点来了，
彭罗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喊，他还跟一位美国全世界最传奇的麻醉学专家合作，两人一起提出意识起源量子模型。如果你第一次听，会以为这是科幻片，但等一下，我们不要先下结论，我们先问一个关键问题：麻醉是怎么让意识消失的？你有没有想过，刀子往一个人身上切下去，肌肉断开，血流出来，神经切断，可是病人没有痛，没有意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被解构。你不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诡异吗？如果意识真的只是简单的大脑电活动，为什么一种化学剂几秒内就能把意识整个关机，而电活动还在？你有发现吗？这个问题赛斯没有回答得特别深入，因为这里已经不只是视觉错觉、听觉预测的问题了，这是意识开或关的总开关到底在哪里？台湾人都做过手术，麻醉那一瞬间很像直接被人拔掉人生的电源，你只喊一句有点想睡，下秒就一片黑，醒来就是术后，中间整个被切断。这不是睡觉，这是意识断层。睡觉还有梦，麻醉没有。这里就是彭罗斯出手的地方。他认为意识不是大脑神经活动的副产品，意识是在更深的层级，不是化学层级，而是量子层级。换句话说，人类的意识可能不是大脑细胞这种宏观结构的运算结果，而是大脑神经元内部那些微小结构里的量子事件在塌缩的时候产生意识的瞬间。这个讲法为什么吓人？因为如果意识真的在量子层级，那意识就不是身体死掉就直接掉电，可能还有别的位置可以被存取。你看，我们从橡胶手、听觉错觉、棋盘阴影、幻肢症、章鱼神经分布一路走过来，大脑预测论看起来像是最终 BOSS， 可是来到麻醉这一关，预测论突然卡住，因为麻醉不是慢慢削弱意识，麻醉是瞬间掐断，就像一台电脑，你不是一个一个关程序，你是把电源拔掉，啪，全黑。那拔电源的是什么？血液、神经递质、离子通道、电流，还是量子塌缩的临界条件？彭罗斯说，麻醉不是让你睡着，麻醉是阻止量子态维持，从而意识不能存在。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完全另一套世界构造逻辑？一个在告诉你意识只是预测 bug， 一个在告诉你意识是宇宙微观层级的本质。台湾观众喜欢什么？喜欢问硬问题，逻辑能通就听，不能通就推倒重来。所以现在关键是谁可以拿证据？赛斯有实验，彭罗斯有数学，两边都够恐怖，两边都不是随便炒作。但我们只要问一句，如果意识真的只是预测 bug， 为什么麻醉能一秒掐断？如果意识真的只是肉体衍生，为什么有些人的濒死经验可以描述出数台以外的画面？如果意识真的只是神经运算，为什么有些脑死病人电活动几乎没有，还能保留某种感知？这一连串问题，现在科学还是悬案。你现在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不是意识是什么那么简单的讨论，这是在追问我们这一生到底是谁在看世界？是肉体，是大脑，还是有一个更底层、更深、更难以被显微镜看到的机制在启动我们全部的体验？如果你是台湾人，你一定遇过这种状况。有些人，你跟他讲再多证据都没用，你拿统计给他，他说你是被洗脑；你拿实际经验给他，他说那是偶然。到最后你才发现，很多人不是在看事实，而是在保护自己的自我叙事。这不是性格问题，是神经系统的自我防御机制。大脑本身就是一台世界建构机，而且非常排斥承认自己错。这不是哲学辩论，这是演化压力。人类如果每遇到一个资讯都要重新检讨整套世界观，那你根本活不下去。你每天要吃饭，要生存，要判断危险，要处理人际，要对抗焦虑。大脑必须预先假设世界是某一种形式，然后硬把世界塞进这个框架，这样速度才够快。所以意识不是客观镜头，意识是预测系统加自我叙事系统加记忆剪辑系统。重点不是你看到什么，重点是你以为你看到什么，这才可怕。所以橡胶手、棋盘、阴影、鸟叫、变台词、幻肢症，这些不是小小的错觉实验，这些是证据链，一环扣一环，告诉你
大脑在每一秒钟都在隐形的帮你剪片。那些你相信是真的，觉得肯定不会错的，就是大脑最容易骗你的地方。而走到章鱼这一步，事情更诡异。章鱼不用大脑集中处理，还能做理解结构这种动作，那意味着意识可能不是只有一种版本，可能有不同架构、不同实现方式、不同形式的自我更新。来到彭罗斯这里，突然变宇宙规模，那是更深层，是量子层级。如果意识跟量子事件有关，那就不是一般的肉体死意识灭，而是意识可能不是把身体当作容器，而是身体只是一种协调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分歧点？赛斯意识等于预测系统，彭罗斯意识等于宇宙层级的微观现象。这两条路线都有证据，都不是空讲，但两者在哲学意义上差一个宇宙单位。那我们要站哪边？我们先不要站，我们先看问题。如果意识是预测，那麻醉为什么瞬间关机？如果意识是量子态，那为什么 MRI、EEG 看的是电活动，而不是某种不可测的量子态？如果意识跟身体绝对绑定，那幻之症为什么还能骗过自己？如果意识是宇宙底层现象，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能离体观察现实？这些问题不是玄学问的，是科学界目前自己都卡住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很台湾式的反思：我们习惯要答案，要一个结论，要一个固定的正确。可是科学越往深处走，你越必须接受不知道，而这不是退缩，这是成熟。意识研究现在就卡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脑内这间小黑屋里看别人剪过的世界，可是我们却很自信地以为我们看到的是真相，这本身就是意识圈套。那这样讲完之后，你应该会问，那这一切跟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关系吗？有，而且非常大。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来自你对世界的解释。问题是，如果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建构出来的假画面，那你对世界的解释到底有几成不是幻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无法改变？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改变，是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不是事实。如果意识本身会自动把世界剪成他想要的版本，那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是活在真实世界，是活在自己解释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台湾人常讲一句话：一个大人能够懂得自己也可能错，这就是成熟。这个位置就是意识科学跟人生应用之间的最大接点。因为从生物角度看，意识不是一个观众，意识是一个导演。你不是在观看世界，你是在导演世界。大脑不是接收现实，而是在创造现实。只要你理解这一点，你对人生的理解会整个翻过去。你会突然理解为什么两个人看同一件事解读完全不同。因为大脑不是在读事实，是在读自己记忆里可以被接受的解释。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最大的盲点。那个马摔伤的女生脚已经截掉10年，她的意识还坚持那只脚存在，她的神经系统宁可造假也不愿承认缺损。这不是个别事件，这是一个极致案例，让你看见整个生物系统背后的底层逻辑。意识不是诚实的，意识根本就是一部维持系统稳定的机制。如果你把大脑想成基金经理，你就懂了。它不是要世界真相，它是要风险最小化。就像投资，不是每一秒都重新研究一次公司，而是先建立模型，再用模型检视世界，这才能省能量，维持效率。意识就是这种结构。你说这是悲观吗？不，这是现实主义。可是这里有一个最讽刺的点，意识是为了活下去才这样运作，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那如果意识不是为了真理，那所谓我是谁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自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被构建出来的。就像剪片，画面放进素材箱，系统判定哪些是逻辑一致的，剪成一个剧情，再让你相信这个剧情是你，而你信了，你就稳定了，意识就继续运行。反过来，你有没有发现，精神崩溃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想太多，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模型无法维持一致。就像橡胶手，感知跟预测对不上，系统失衡，意识崩盘。这不是心理学语言，这是演算法语言。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突然看懂，
意识不是一个神秘的灵性物质，意识是一个保持世界模型一致的机制。然后我们再来想麻醉，为什么麻醉是关机，不是睡着？如果意识只是预测，那为什么不是慢慢模糊，而是直接黑掉？如果意识只是神经活动，为什么某些神经活动还在，意识却消失？麻醉在这里变成关键证据，它不是让你昏迷，它是让你的系统无法保持一致性。当一致性机制停摆，意识就灭。这就像一个区块链节点停机，不是资料不存在，是验证机制停了，共识没了，整个系统就当机。所以到底意识是预测，还是意识是量子塌缩，还是意识是维持一致性的验证引擎？赛斯 vs 彭罗斯就卡在这个共识层的问题。所以啊，你看整条线逻辑串起来，事情其实变得很清楚。意识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直白，不是灵魂坐在肉体里面看世界，不是从外面拉画面进来，然后看得清清楚楚，不是那一套，而是大脑每一秒都在算，在预测，在补洞，在圆故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橡胶手可以变真手，棋盘阴影可以骗掉你的视觉皮层，一段鸟叫的噪音可以变成一句台词，一只不在的脚可以在大脑里继续痛10年。这不是例外，这是机制。而麻醉就是把这个机制直接掐断，1秒黑屏，就像把你人生整个档案关掉。这件事让所有意识只是细胞运算的理论突然卡住。碰上彭罗斯那种人，他不跟你讲好听的理论，他直接问一个最冷酷的问题：如果意识是大脑算出来的，那为什么只要几个分子级别的药物就能瞬间让整个世界消失？这就是现在科学界真正尴尬的点，谁都不敢随便给最终答案，因为任何一句果断就很可能错在宇宙尺度。而台湾人很懂这种感觉，我们是那种证据先摆好，逻辑先理顺，态度稳稳的那种文化，不是盲信，不是乱喊结论。所以现在最成熟的态度其实就是一句话，不是答案是什么，而是我们敢不敢承认我们可能还没看到重点。意识是不是量子？有没有一个不是肉体也能存在的底层机制？麻醉是不是触到宇宙机制？章鱼是不是另外一种活在不同计算架构的意识版本？那种濒死经验描述外界画面的案例是真的误报，还是那其实就是系统断层前的最后一笔写入？你有没有发现，越深入越不敢武断？科学这条线走到这里，不是越来越清楚，是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可能还在门口。所以这一整段谈完，我们不是在告诉你意识是什么，我们是在告诉你，意识可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东西。真正的恐惧不是你看不到世界，是你一直以为你看得到。